有请主持人赵帅。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来认识一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左老师；心理专家于继静老师，欢迎于老师；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欢迎严老师；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涂磊老师，欢迎涂老师。来吧，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个小女生，应该多让着点，可没想到相处下来你越来越任性，我真的接受不了。我们的年龄相差这么大，我跟你在一起就是想着你能听我的，宠着我，可现在你也变了。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确实感觉自己也年轻了，可我只想谈一个正常的恋爱，不想成为你的道具。爱我就应该包容我的一切，你自己做不到就要和我提分手，这就是你作为男人的担当。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石先生36岁，来自河北事业单位；耿耿22岁，来自河北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你好。这小片看完是你想分手是吧？对。你不愿意分，对不对？话不是这么说的。哦，那怎么说呀？就是这个分手是可以的，可以的。但是吧，就是不能从他的嘴里面说出来而已。哦，就您说就行，他说就不行，对，是这意思吧？对。啊，这咋认识的呀？我们俩开始在健身房认识的啊。他那阵儿正好和上一任男友失恋了，就跟我认识了。完了，他那阵儿正好毕业需要找实习单位。我这边有一个朋友正好开广告公司，我就给他介绍进去了。完了，一来二去就认识熟悉了。您在健身房干嘛呢？健身是吧？对。两个人都喜欢健身。对。然后他给您介绍的工作，一来二去就熟了。对。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刚分手嘛，不是？我前男友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肯定比他要高，比他要帅，还要年轻的，对吧？但是吧，就是因为自己在那边受了情伤。就是那个人，就是完全就是一点话不听我的，就是完全就是我追赶着人家然后到这儿来，他就是会听我很多事情然后感觉到很舒服，就说那就试试吧然后就在一块儿了。这个听话是吧？对。怎么听话呀？他都要求您完成一些什么任务啊？他这从小喜欢看那个偶像剧所以说他就一直生活到他自己的世界里边完了他就对我提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比如说什么要求奇怪呢？比如说我的手机铃声本来是很一个正常的声音，完了调制成他自己给我特别知道的那个魔性的声音了。魔性？什么样叫魔性呢？这个其实就是那种笑声就是我专门自己给他专门录的。看见吗？就是这个，你不感觉这个就是特别的新奇独一无二吗？再放一遍。你的小公主来电话了，这个是我自己单独为他录的，世界上就这一个。然后是，我感觉绝版。对，他应该会感到很开心、很幸福。然后他在这儿跟我说了一堆他的苦恼，就是我理解不了。不是，你们办公室那些老同志的心脏都好吗？相当不好。这就是我想说的。他们听到这段魔性的声音之后有什么反应呢？对我指指点点，背后议论纷纷。这就是确实独一无二，但是在一个社交环境里面，这个显得突兀了一些。你能理解吗？这是他的苦恼还有呢？还有就是说，把我这个手机微信头像设置成他的大头贴。不是，我长这么好看，当微信头像不能吗？可以。而且我同学他们都可以，为什么他这就是不行？他这设置完以后，我那手机里边同学同事好几个打电话过来了，说这微信还是不是你啊？弄得我生活上都有点紧张了他们岁数稍微大一点人转不过来这个弯儿，你知道吧？懂吗？不懂。我就想跟他商量商量，我说能不能适当的换成别的样式的？他完了说，最后也同意了，也就是说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那还行，你看人家也通情达理还有啥呀？还有就是说这个平常我们俩去逛街的时候，时不时的要求我给他来个公主抱。
那个不是因为我穿高跟鞋脚累了吗？而且大街上我见人家男的都可以抱，为什么你这儿就是不行呢？大街上大庭广众的地方抱，你感觉雅观吗？人家都抱，人家觉得不雅观，难道？我这身段抱不动啊。那你健身房不就白去了吗？你费那钱干嘛呀？我去那健身房也不是为了专门练你这公主抱去的呀。那你费这钱干嘛去啊？还不如留着呢。看个主持人就这么不讲理，我也没办法。还有别的呢，啊，就说那个平常我们俩上街散步的时候，就说有的时候碰上雨天，他这不是因为从小喜欢看这个偶像剧嘛，所以说就比较喜欢有情调，说下雨天别打伞。这总不打伞，我感觉时间长的话，身体不受影响嘛。下那雨不大，就是一点毛毛细雨儿。然后我一个小姑娘没说生病不生病，然后你个大男的在这跟我说什么生病啊？你这不是就追求那个浪漫吗？但是说你再浪漫，你不都得面对生活中的现实吗？但是我现实生活中我特别苦，浪漫一回感到甜，怎么了？行，我说过了。挺有意思的啊，这年轻女孩有意思吧？有意思啊，见识了另外一个世界哈，受得了吗？开始还受得了，逐渐的有点那啥。所以去健身房好好健身，别瞎聊天，你知道吗？就是没好好健身，你要不聊天没这事儿了吗？你把他放过得了，老年人都说了，抱也抱不动，鱼也拎不动，你就给他放了不就得了吗？你跟他说分手，你不要他了。但他听我话呀。啊，行。除了这个身体上咱吃不消，还有什么吃不消的呀？还有就是说这个开始跟他认识的时候，他就知道我这比他大10来岁啊，所以说跟他同学面前总吹说我是有这个自己的创业公司哦。完了那个有一天他那个要求我去他宿舍楼下面接他，还要求我穿身西服跟同事借辆车啊。那段时间我那几天都比较忙，哪有时间管这些细节呀？情急之下我就扫了辆共享单车过去了。完了到他那楼下，他可好，跟我又吵又闹，想让他吃饭呢，他死活不干，还一下子把我推到车下面去了。我为啥推你？你自己没点数吗？主持人，他那天骑着车子，先不说脏不脏的事儿，自己刚下班，灰头土脸，压根没有打理好自己就来了。然后我跟我同学说，我男朋友有车有房，然后你这样过来，我同学全在楼上看着呢，然后你这不啪啪给我打脸吗？他有车吗？没有啊。那他有房吗？有啊。那不就完了吗？但是他那天说好了，没车，你为什么说有车呢？我最起码我得告诉我同学，我找一个比我大的，最起码有能力，对吧？我总不能找一个比我大的还没有能力的人，我同学该怎么看待我呀？怎么看待你啊？肯定觉得你没什么能耐，但是我有，我学校是有人追的。你不就找了这么你一个你看不上的吗？面对现实呀，姑娘。我是看不上他，但是吧，他听我话就行。行，自行车给推倒了是吧？我推他，然后我就轻轻一推他，他就倒了，没站稳，他就觉得我用劲儿大，然后全怪在我身上。对对对，这事儿后来怎么着了？后来他道歉呗。你道歉？那没办法呀。你道什么歉啊？我错了呗，让他生气了。哎呦我的天哪！你干嘛呀你？那既然跟这小女生处对象，那就多让着点呗。行，后来呢？后来的这个还有一回，那个还是他请朋友吃饭，提前完了培训我，让我背那个喝红酒和背如何打那个高尔夫球，这些我也完成了。完了最后从 KTV 唱歌出来以后，一下子就花了好几千，我到现在还一直别扭呢。你一直记得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一次花了连你1/3都没有，你每个月给你前妻打一点钱，我说什么了吗？那我跟我前妻这不是说离婚以后从道义上讲还是朋友嘛，所以说我适当帮帮，我这边也放心呐。但你1年多了，你每年都在打，你俩压根都已经离了婚了，法律上也没有关系了，房产什么都已经分清楚了，你干嘛还要给他打钱？他一辈子要没有本事的话，你养他一辈子呀？那谁也不能说谁就一辈子都不好啊，有好的时候啊。那我要给我前男友打钱，你同意吗？我更不乐意。那你能给你前妻，我就不能给我前男友，为什么？为什么呀？你挣钱吗？我最起码我有点生活费的呀。不是谁给你的钱？父母啊。对呀。再加上我也你拿你父母的钱给一陌生男人，你觉得可以吗？那他也是陌生人了。那是他的生活，你现在是他什么人啊？女朋友。
不就个女朋友吗？法律上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就干预人家的生活，真听不下去了，你知道吗？差不多就得了。这个请他同学吃饭需要花那么多钱啊？那没办法呀。为什么要背高尔夫呢？你带他们去打了高尔夫了？没有。那背个高尔夫球杆有什么用啊？这不他要求的吗？啥事都得听他的呀。他背的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就入门的知识，然后最起码你要告诉他们你会就行了。你也是糊涂啊！还有啥事儿你受不了？还有在生活中他还比较粘人。开始我们认识的时候，他这总要求手机视频啊，一般这个手机视频的时候都1至2个小时。其实这我感觉也很正常，但是说他这个方法我感觉挺奇特的。他那边手机完了正着扣着，我这边手机正常开着。他想看我的时候，随时都可以看我。完了我想看他呢，还得提前跟他说。我在女生宿舍呢，我总不能一直摄像头对着我，我舍友怎么办？人家有点隐私，我得挡着呀。最起码你想看我，你告诉我一声不就行了吗？又没说不让你看。这个说的有点道理哈。还有更过分的呢。啊。这回他那个放假回家以后，感觉着跟我手机视频不方便了，就要求那个在我家里边安个摄像头，说看着我有安全感。我感觉他可能一时兴起吧，我就安吧。这回安完以后，他就正好放假结束了，就回学校了。完了还跟我说女生宿舍不方便啊。女生宿舍本来就不方便，开视频就那么多事儿，我安个摄像头，我舍友不得以为我神经病啊？那你这感觉说你看我的时候跟我说，但是说你这摄像头不开，我也感觉24小时监控我，你感觉我舒服吗？但是我并没有24小时看你，你以为我想看你啊？还不是因为你没有给我安全感。你给你前妻打钱是回事儿，再加上后来你天天忙工作，你压根儿不理我，我就想看看你在干嘛。那你感觉这么不像个病态的监控吗？我没觉得。正常情侣之间不都有个个人隐私？而且我看电影里边有个女的给她男友也安了一个，人家挺开心的，还挺有趣的。为什么就你这儿就不行呢？正常情侣之间应该有个人隐私啊！我这基本上都我给你隐私了，我并没有24小时都在看你。而且我看你说我告诉你，你没看到，这个不怪我了。你看到些什么呀，姑娘？就是他在桌子上加班什么的，然后也没什么。对呀，那你怎么会说他没给你安全感？你指的没有安全感指的是什么呀？首先他跟他前妻是个事儿，这事儿我们知道了。然后再加上他每天晚上加班加班每天晚上聊天是同一个女同事，我就跟他说你别跟人家聊天了，他说不行，我说那行吧，你加班那也行，你跟个男同事，还回答我不行，我能不生气吗？就是你在监控里发现了他跟一个女同事聊天是吧？并不是从监控里边，就是平常有时候他陪我的时候也是这样。哦，主持人不是他说那回事啊。开始我就跟他说，我这个工作的性质要求有的时候不定时会加班，他也同意。这回那个跟女同事说工作的事儿，完了他不愿意了。有一天完了，他来单位接我，看见我跟女同事正这个说工作事儿呢，就劈头盖脸对那女同事冷嘲热讽，完了逼着她当面承认跟我没关系。我压根儿没觉得你俩会有暧昧关系，毕竟你长这样，人家看不上你好吗？完了，在我单位还大吵大闹，后来我们单位领导出来打圆场，本身也是好意，完了他这就又数落起领导，说领导效率低，经常加班没啥意义。你们领导要真有能力的话，干嘛每天让你们这堆人全在加班？而且你干的就全是无用功。你要真有功的话，你工资早唰唰往上涨了，也没涨啊。我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不就这样吗？你也接受了，怎么处了1年左右你就变成这样了？咱俩谁变谁心里有点数，行吗？行，我们变了，我们分手行吗？行不行啊？行是行，行了，哎，他说行了啊。但是吧，但是不能从他嘴里边说出来。为什么？他长这样，30多岁离过婚，我还年轻，他有什么资格来说？压根就没有资格。说分也行，这得我提，他提就是不行。我就一个建议，你要这么下去的话，姑娘麻烦了，咱稍微注意一下啊，表达方式行吗？行。你是不想跟他分手，觉得还挺好的，是不是？不是啊。那你什么意思呀？就是这个分手就得我提，他提就是不行。啊，对，他那你今天是来提分手的，还是不说要分手啊？这个看他的意思了。看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看他接下来会不会接着听话。他要听话，你就
是呗。不听话呢？那就他走呗，我也走呗。其实你好像有点舍不得他，是吧？还好吧。嘿嘿，不想放过他吧？就那样。啊，听明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耿，跟我们这儿拍偶像剧呢吧？没有。老师，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参演了一部恐怖片儿？哎，这边特别想拍一部霸道总裁遇上我，我要收获我的同学们一众的羡慕嫉妒恨。你所有的社交空间，从微信头像到电话彩铃，都得是我，是我，还是我。对。但你考虑过吗？他今年多大岁数了？36。26的都干不出来你说的那些事儿，像你刚才说那些得找个16的。我就纳了闷了，他作啊！我说他小，他不懂事儿，您也不懂事儿啊。36岁，电话铃一响，哈哈哈哈，你的小公主给你打电话。哎，你觉得半夜听了以后不毛骨悚然吗？吓人吗？所以说现在我这手机调成静音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允许的，你允许他把手机铃声设成他的声音，你允许他把你的微信头像换掉，你允许在雨里不打雨伞，允许他在你的房间装的摄像头。如果哪一条是你不允许的，是他自己能独立完成的吗？你俩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这位虚荣娇宠，男朋友没有这样的条件，咱就不说行不行？我跟你说，我就不喜欢你前面你作他，反正你们情侣之间的事情我也说不出来什么，但是最后你跑到人家单位指着人家女同事说，来你承认你跟他没关系。他的领导起码40左右岁的年纪了吧，对不对？对。你叔叔的年纪，你跟人家说你就是没能力，所以你们单位的人都加班。跟长辈怎么说话，我希望你知道，你今天就是来学习成长的，希望你能够真正的用你的青春去谈属于你的爱情，真诚的对待这个世界和生活。男生漂亮啊，觉得年轻嘛，可爱。当你享受过这一切以后，麻烦是不是就来了？你现在想解决这个麻烦了，对吗？哎，你解决不掉。36了，成熟一点吧，本本分分的找一个适合自己生活的女人，好好的结婚过日子，就这样。谢谢。我问一下这位先生哈，年轻、单纯，我相信肯定在你离婚之后没有想着说啊，我一定要找一个这样标准的女朋友，对吧？对。哎，正好是一个机缘巧合碰到。那我反过来问一下，你理想当中的男朋友标准是什么？我相信应该不是这样的。肯定不是这样，对吧？最起码要1.75米以上的，年龄稍微比我大一点就好。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包括你跟他认识也是因为你在上一次情场失意，所以那个时候呢在疗伤期，在那段时间里面他给了你一点温暖，于是你觉得好像找到了一份爱情，但是你发现他即使有些时候听你的话，但是他的很多标准并不符合你真正的要求，于是你又享受着大叔级给你的温暖，但同时内心还存着一种对理想男友的不满，于是呢就出现了各种奇葩的要求。那我个人观点是这样的哈，恋爱嘛，你年轻任点性可以理解，但是虚荣不可以接受，虚荣啊会让你活得很累。我相信可能你跟他在一起有那么一点点的小虚荣，最后让你误入了这一次情场，有没有？有。所以说今天这种情况他难受你也难受，你心里要知道你的标准是什么样的男友，那么你就找那样的男友就好了。如果他不合适，是他说分手还是你说分手，其实大家没人去在意这件事情，合适处下去，不合适就分手。任性的这样纠缠下去，其实啊，你觉得伤害谁最多呀？还是你最多？你大好的青春耽误不起。所以呢，任性完以后稍微冷静下来，寻找自己的真正的幸福。男方也一样，差不多
就行了，你得有底线，没有底线你是出不来的，你也害人家，对不对？好吧，就这样。女生，你的爸爸有像刚才于老师那样跟你谈过话吗？有，语重心长，非常耐心。对，你爸真有涵养。如果我是你的父母，确实我比你大很多啊。我是你的长辈的话，我今天真气不打一处来。我这女儿大好的青春，满场胡言乱语什么呢？你告诉我，你的自信，你的开心，就要建立在别人羡慕说，哎呀，你看他这男朋友虽然大那么多，可宠他了，他想怎么作怎么作，这样你就开心了吗？这样你就能弥补之前一段感情给你带来的所谓的伤害吗？这样你就能自信起来吗？我说的重是因为我觉得你真的年轻，需要去进步，需要去找真的快乐。你现在这样去做，只能让自己更自卑，更痛苦。一个真正自信的人，不需要用外在条件来包装自己。当你不尊重地说你男朋友的时候，当你轻贱他的时候，都是在贬低自己。不要这样伤害自己。我觉得你还知道流眼泪还好，而且我相信每个人内心都有多面的，让我们内心那个美丽的我呈现出来。能听明白吗？你别这么看着我，你更让人生气。你看你站在那儿歪歪扭扭，你去健身房，你像个健身的吗？你的问题大过他的多，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啊？不就是人家年轻吗？不是人家轻贱你，你就轻贱自己。让你做牛你就做牛，让你做马你就做马。你作为男人的底线在哪里啊？如果说他对自己不负责任，你对他对自己都不负责任，你毕竟比人家大，你不知道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做女朋友做妻子吗？是他吗？所以想要拥有幸福的生活快乐的生活，要选对的人，要做对的事儿。你事儿做错了，能有对的生活吗？所以你也跟人家报声歉，咱也不适合，咱都得醒醒，是吧？祝福你更好，这还算个爷们儿。我也不说什么了，希望你如果还想走上生活的正轨，还能有婚姻家庭生活，擦亮心灵，做男人，好吗？谢谢。你看人就是这样，当你嚣张跋扈的时候，大家都很讨厌你，但是你一哭，我们立马同情心又起来了，因为你毕竟年纪只有。
其实，在咱俩认识过程中，开始我感觉你挺招人喜欢的，但是随着交往的越来越多，我感觉性格啥的不是太合拍。如果说你感觉不合适的话，我希望你找一个比我好的，我真诚的祝福你。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我们来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请开门。一个闹剧的开场，轻喜剧的过程，最后一个正剧的收尾。生活其实就是这样嘛，大家在生活当中学习吧，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1年多，为什么你还是这么自我？什么事儿都只想着自己，在你的眼里，一切都不如你自己的事儿重要。你总说我自私，我觉得真的是你小题大做，总是一点小事儿就要吵个天翻地覆。你眼中的小事儿对我来说很重要，那是你心里有我，在乎我的证明。如果小事儿都做不好，又何谈以后？难道这段感情中只有你在付出吗？为什么我能包容你，你却总在责怪我？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李24岁，来自河北互联网运营；女嘉宾小金24岁，来自河北程序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大学同学是吧？对。现在2年了是吧？对。现在怎么个情况来这儿？就他为人比较自私，然后就一点都不考虑我，但因为他是我初恋，我就很纠结，不知道怎么办。那就说说吧。有一次他同事想找他开车，他不想借给人家，他就说我给开走了。后来那同事就打电话到我这儿，说急事儿看那车能不能开。我不知道这事儿又露馅了，他就把责任就推我身上，他说是我不同意，就他也没办法。这个事儿你应该帮我圆一下啊，因为我跟那个朋友认识嘛，然后他不是特别熟悉，然后你得罪一下他，我感觉也没有什么问题吧。这是女生觉得就从这一点，我就看不惯他拿我当枪使处理方式不一样哈。还有别的吗？还有就是他同事结婚，他人不去，他连份子都没有随，我就觉得一个公司的你至少面上得过得去吧。我跟那个同事就是我俩上不来，然后我不想给他随份子，然后我也不打算就是比如说我结婚什么的，然后让他给我随份子，就是我不想就是跟他有过多的交集或者交往。这不是人家有想法吗？他对你好吧？其实那个不重要，他怎么对其他的同事什么？他对你怎么样？他吃饭根本就不考虑我，净点自个儿爱吃的。对啊，我问你吃什么，然后你说那你顺口就能帮我点一下的。你说随便，那我就点呗。然后你想吃什么，那你就自己点呗。然后我点2个，你点2个，那咱就凑一桌菜就吃就得了。那你就不能顺便问问我？那我问你，还有看电影，他喜欢看战争类，我喜欢看科幻类，他就觉得那就分开看。就是他看他的，你看你的。对，他看他的，我看我的。不是，咱俩干什么去了？看电影啊。看电影。那我想和你一起看呀，你就不能迁就我一下吗？那你就跟我一起看呗。那为什么不是你跟我一起看啊？就得让我去迁就你啊？不是，你要是想看电影，那咱就看电影；你要想跟我在一起待着，那咱可以干点别的事儿啊。还有一次啊，他什么理论挺逗的。他那个下雨打伞他都不帮我打，人家别的男生那伞都在女生那儿，他就在他那儿，我这边都淋湿了。不是，我也没有在我这儿，就我俩中间走，然后我就把伞放在中间，然后他可能那一半淋湿了，但是我也淋湿了呀。他说啥？他说我穿的皮鞋，你穿的亮鞋，你趟水没事儿。你穿的什么？亮鞋。然后说凉鞋是吧？对，说你趟水没事儿，那个我那鞋一趟就坏了。然后他就打着伞跑了，就把我扔鱼里边了。后来我上前问他，我说为什么把我扔鱼里边？他说夫妻本是同林鸟，但那临头各自飞。因为那个事儿吧，就是他说的就是这像一句玩笑话，我觉得。那当时我多心寒。皮鞋和凉鞋那个事儿嘛，就是因为我穿皮鞋，然后他穿凉鞋。如果他穿的那个鞋也是不容易着水的，就我也会让他这样嘛。这就是为了一个咱们的东西就是好嘛。可是你都没有考虑过我趟水，我又淋雨，我又趟水，我不会生病。
然后咱们俩一起就是有说有笑的，我就看快到了，然后我就跟你开个玩笑，我就跑上去了吧，我也不知道你生气了呀。然后你就明显那句话就是玩笑的嘛，跟你开一个玩笑嘛。还有平时出去玩，然后去便利店买水，根本就想不到说旁边还有一个人说我也帮他买一瓶。你说你渴了，那你就告诉我吧，那我就给你买一瓶。那你顺口问我一句怎么？明明去一趟就事儿。那行，下回我问你一下行吗？然后有一次去杭州。然后我俩出去玩，去杭州，就临时我奶奶又生病了，然后我说我就不想去了嘛，他就非要去，然后他就跟我闹气儿，他一晚上跟我闹了3、4气儿。因为当时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属于一个毕业旅行吧，相当于，然后基本上什么都准备好了，但是他奶奶临时有事儿嘛，然后我就当时肯定是有点不开心，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其实挺想去的，然后这么个意思，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能不能去？是，那是因为你生气了，你老逼我，我不想让你开心。然后最后他答应我了，然后结果你玩那是因为你逼我的呀。然后你玩的也挺开心的。你跟我闹气儿闹多大？这2个年轻人恋爱谈的哈。还有别的吗？让他觉得我第一次带他回家啊，我爸临时有事没来，我知道他想见我爸，我就跟我妈沟通嘛，我妈就跟我说你爸临时有事真是赶不过来，然后我就把这个事儿跟他说了，他2分钟之后，他妈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就走了。不是这个事儿，首先就是啊，他之前也去我家了，我妈招待他招待的挺好的，然后就是我家是什么情况，然后都跟他说的特别清楚。那我妈招待你招待的不好呗？我俩打算端午节，然后去他家嘛，然后就提前2个星期，然后就跟他定好了，就说去他家。结果到了之后就是我是提前跟你说好了的，也没有去到他家，然后也没有见到他爸。当时我就是有点不开心嘛，而且他就是家里边人还总是在一起说一些悄悄话，就是我根本就不是人。我提前跟他说了，我说不能回去，我说只能住小姨家，他同意了。然后他去了之后，他去了之后你没有说不去你家呀？他去了之后去你家呀？他去了之后，我妈说因为觉得我爸没来，我妈就把我姥姥姥爷都弄过来了，就为了跟他吃顿饭。我妈那天本来就应该上班，我妈还为了见我俩专门请的假，第2天还陪了我们1天。我知道她想见我爸，我就去跟我妈沟通呗。我知道她抹不开脸，我就去跟我妈沟通。然后我妈就说：“你自己给你爸打电话吧。”我给我爸打了电话，我爸说没时间，真来不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他妈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二奶奶住院了，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他还回去跟我吵架。他说：“我觉得你家里人都不尊重我。”主要是这个事儿，我就是不开心嘛。然后这时候我妈就给我来电话，她说我二奶奶就是生病了。然后因为我二奶奶就是从我那你去了顶什么用？你家里人都在，你去了管什么用啊？从我5年级开始，我就一直跟着吃饭，然后一直吃到大学嘛。然后我就走了嘛，他就不相信。他主要是那个点儿卡的特别好，我刚跟他说完，我爸来不了，他妈，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他和他妈串通起来骗我。不，这不是重点，这重点是你们都太在意自己的感受，没有考虑别人的任何感受嘛。我听了嘛，你去他们家等于没让你住他们家，让你住他小姨家，对吗？对啊，就是也没有去到他家，也没有见到他爸。不是跟他母亲吃饭了吗？跟他姥姥姥爷吃饭了吗？啊，对，不就可以了吗？他回去之后跟我吵架，晾了我1周。所以我就说年轻人不要那么自私，这事儿里面全都是透露着自私的因素，就是除了我还真是没别人了，对不对？就是我感觉我俩存在问题就是信任问题。当时我跟他在一起嘛，就是朋友嘛，一开始聊天，然后他说他家里边条件挺好的，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去他家这个事儿，然后我就是反应特别大，因为后来从他家回来之后，然后他就告诉我，他之前说的什么条件啊那个事儿都是假的。去他家我就是想看看就是家里到底什么情况，然后他给我的感觉，他就是试探我了是吧？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总是藏着掖着那么个感觉。啥意思？家里怎么了？他说的是什么？然后你看的是什么？就是他当时在一起的时候说的，然后他家里边就是，有别墅，然后有保姆，但是那我爸公司破产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就想你家里边什么情况，那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嘛，就是我也不是嫌弃你什么的，但是你总是藏着掖着的，我就感觉有点害怕。然后我刚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什么想法呀？就有点不敢相信他。我刚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什么想法？你什么想法？我不想结婚，我不想和你在一起。啊。
为啥？但是就算是朋友，你也不应该。我不敢相信婚姻。为什么？就是惧怕。为什么呀？我不知道为什么。是看到了什么，还是听到了什么，还是经历了什么？总是有原因。我经历的，我家庭。啊，就是也是特殊情况吧，反正就是现在我就是也有点不是特别敢信任他。就还有一次就是他在就是朋友圈里边出售一个2手的那个吹风机，那个吹风机还挺贵的，2000多。然后我就说，哎，你这个哪来的这个吹风机啊？然后他说是就是公司抽奖抽的。然后过了几天，我就发现有她闺蜜给她来消息，然后说我那个吹风机卖的怎么样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惊讶，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然后她说那吹风机不是她的，是她闺蜜公司抽奖抽的，然后送给她的，她打算卖了，然后钱就是他俩分一下。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离谱。她说谎嘛，我就是更不敢信她了。其次，我感觉别人送的东西，要是卖了，然后再平分一下，是不是有点？基本上没有见过这种事儿。听明白了。就他这么一解释，我明白了啊。而且有一次他跟异性在一起，我也是比较抵触这个事儿。你别跟我提异性了，你和你那个异性呢？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异性来找他玩，就是5·1的时候，我同意他跟他的那个异性去玩嘛，就是好朋友发小。然后但是最后因为学校有闭宿，到11点之后没有回去宿舍，但是总是得找地方住嘛。他就跟那个男生住了一间房子，我感觉他这个事儿。那这件事之后我改了吗？但是这个事儿，我只是对信任的人没有男女之分。我这个事儿之后改了吗？但这个事儿也挺大的吧？我改了吗？不是你说这事儿什么意思啊？我想说他这个事儿对这个事儿就是处理方式有一些问题。那我最后改了呀。那你呢？我每次说我介意你和那个女生的关系，你。已经不需要你了，我可以自个儿来。我现在都不跟他联系了，然后他就是还是因为我跟你在一起，我保持异性距离，是因为我刚跟你在一起1个月，我知道我这事儿办错了，办得不好，然后我跟所有异性都保持关系。我跟你说了，我介意你和这个异性的关系，但是你没有改，你总说你改，你每次让我看见的都是你没改。不是，现在都不联系了，还那是因为毕业了。对啊，说明他还没有很重要呀。那如果现在还在学校，你是不是还要跟他联系？那我没有啊。你让我怎么相信你现在说的话？你不是对我没有信任吗？我对你也没有信任。谢谢。听了很多情绪的话啊，女生好像今天给我能感受到的就是，男生你不重视我，你不在意我，你的心里只有你，是不是这意思？对。男生的解读也非常简单，我听到了，你没有给我足够的信任，我不知道该怎么相信你。对这件事情能不能再往前走，我是迷茫的。对。所以现在就难了。我们有感情在这儿，但是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些看起来好像越不过去的障碍，所以该怎么办？是这意思吧？对。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吃亏绝不亏，惜福才有福。我觉得挺受不了你们年轻人觉得生活应该各扫门前雪的这样的状态。无论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男生，你只在乎你自己的感受。情侣之间，吃饭、看电影、喝水、打伞、
这些小事都能成为女朋友抱怨你的原因，是我闻所未闻的。因为在谈恋爱当中，男生更多的在生活细节上对女生有一些照顾，是应该的；女生对男生有更多的体贴，是应该的。可是我没听说过哪个男生说，来，你就在水坑里走啊，你那鞋是凉鞋，我这个怕淋啊。我希望你调整你自己的思想状态。而作为女生来说，同样她是自私的，对吗？你也是。你包装了自己的家世吗？包装了。别墅是现在家里在住的房子吗？没有。其实我们住在哪儿都一样。我们住在平房里，只要我们的气节是高尚的，我们的修养是有内涵的，我们一样可以做自己的贵族精神。所以不要在乎那些外在的包装，不要跟你的男朋友隐藏自己的家世，因为他将来会是那个家庭当中的一员。所以第一，坦诚；第二，我非常不喜欢你们之间对待长辈生病这件事情的处理态度。两个人同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奶奶有病了，你回去又帮不上忙。是，老人生病我们是帮不上忙，因为我们不是大夫。但是你见过哪家的老人生病了，周围没有子孙的陪伴？我没办法帮他输液，我没办法帮他看病，但是我是他精神的支柱，所以我们要在。所以再也不要让我听到类似的话，明白了吗？明白了。好，给到你们两个的建议：男生感知周围人的情绪是你需要去学习的，女生坦诚的做自己。好。至于你们两个人能不能走下去，我觉得还可以再看看，只要彼此都可以改，好吗？好，祝你们幸福。好，谢谢左岩老师。在节目之前呢，这里也有一个你们大概故事概要的这个小台本。然后我看了台本以后呢，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男的这么自私，真的无可救药了。但是在台上两个人交流当中，我发现我们这个男生他的确有自私的影子，但是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这说明什么呢？人在有情绪的状态下呀，他就容易把这个事情给放大化、扩大化了。刚才你也说了，在你理解里面，对于婚姻有一些恐惧，所以你用了一些掩饰和夸大，但是也不小心给自己设了一个坑，导致你们之间产生很多的误会，对吧？对。而且呢，这个男朋友呢，有些不解风情，还特别较真儿，你们之间没有一个真正的恋爱的感觉。表面上看你们在谈恋爱，但是你们心里之间那种契合感非常的低。然后你说了一句话，一开场就说我舍不得，只是因为我的初恋。如果这句话是真实的话，那么你只是舍不得初恋了这样一个特点。我舍不得的是他。对，那你要分清楚，我是舍不得初恋，还是你说的我舍不得他。所以带着情绪去做一个判断，或者带着情绪去说事儿，对我们之间的感觉没有任何的好处。刚才至少我觉得，在你对他提出质疑的层面上，男朋友提出了几个理由，至少我觉得我能够接受，对吧？我也问你吃什么了，只是你觉得我问的少，应该问个3遍5遍，你才觉得我关心你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你在夸大事实。那么现在两个人都静下心来，想一想，到底是对方那个人舍不得，还是只是觉得我们在情绪状态下夸大了这种现状？冷静之后三思再做决定。刚才女生在场上
是自私，你是自卑。其实自私和自卑有的时候是一对好朋友。你会发现在最开始，相对自私的人和相对自卑的人容易相爱，因为在恋爱的初期，大家都会掩盖自己。自私的人会显得很专一，自卑的人会显得相对包容，因为他内心没有勇气，很多事情会采取妥协的状态。但是当两个人相处已久之后，彼此真实的性格暴露出来。自私的人相对冷漠，只关心自己，而自卑的人相对敏感，所以他对于很多自私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冷漠，他会显得极其的狂躁。就像今天在舞台上所表现，按道理来说，一个自卑的人不会像你那么一样高声的嚷叫，但其实一直以来你都处于强势的位置，非常愤怒，而男生却相对于平静。说实在的，我一点都不看好你们，因为我觉得一个自私的人无法给一个自卑的人带来某些安全感，并且引导他走向强大，而你也同样无法去引导那些自私的人。你们彼此之间给不了对方性格当中缺陷的弥补，所以其实我建议的是，你们各自的认知自己，把自己性格当中缺陷的那一面认知到，然后丰满起来。你们俩之间不适合谈恋爱，这就是我的意见。好，谢谢涂老师。有的时候承认现实挺重要的，对年轻人来说。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就是想让你以后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需要改的地方，然后我自私呢，我也在慢慢改，我也会改正。我喜欢你，特别特别喜欢，我不想和你分开。可是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可以有事儿考虑到我，让我看到你的在乎我。我只有这么一个要求。请亮灯吧。唉，人生最小的要求实际是最难实现的。我要求你在乎我，如果我想在乎你，早在乎了。好了，谢谢两位的分享，请回吧。来，请关门。下面当然是要看这对情侣自己选择的时候了。来，请开门。好好磨合吧，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老师们说的自私，然后我也会改正，然后你说的关心呢，我也会考虑你的感受。都知道吗？谢谢你们，请回吧。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期。有网友提问说，结婚快10年了，有3个孩子，但是他的脾气越变越坏，只要一句话不对就对我开口大骂。去年在他要求下，我们离婚了，但是为了孩子呢，离婚没有离家。后来买了房子，最近呢，他却老赶我走，我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其实要说做错啊，错就错在你放弃了自尊。婚姻中无论双方在经济条件还是外在条件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彼此都应该是相互尊重的。什么时候你把天平摆平了，你也就不难受了。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